我真的没有想到是10楼哎。哎，你不是要看高的地方吗？对，我一直是什么6楼啊、7楼这样。万一强力父母是不是就掉下去了？啊，哦，真的好可怕哦，这是那个12, 11, 10, 9, 8, 7, 6. Hey yo, welcome to Painter， 这是关于绘画以及画家的频道，我是杨丽。然后我们今天来到哪里？我们今天来到信义区，在我们后面的这个是那个松烟成品。然后呢，为什么我们今天来到信义区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曾经在和平公园决斗过一次，而这个决斗呢，就是嘉靖的主场。经过1个礼拜的复仇，我现在应该找回到了一点点的自信。这时候我们就来到一个我不熟，他也不熟的地方，我们看看究竟在我们都不熟的情况底下，我们的作品会产生一个新的什么样的火花，并且可以直接比拼，到底对于一个新的东西，我们谁比较厉害？怎么样？你觉得？可以画好这里。用喷的，你有发现吗？有啊，就我后来发现，这个做法其实是霍肯尼画天空的做法。霍肯尼画天空的时候，没有全部铺死，天空有时候不均匀，也不见得它就会往前跑，它反倒可以增添空气感，增添常色的趣味。你看我天空其实是2种颜色，到了这里的时候开始加另外一种上去，有没有？可是这个渐变其实就会让你觉得还蛮自然的。这边的时候就是先画一个黄上去，再把这个暗面喷上去。你看到了这边的时候，用前面加这棵树，然后拉了这些黑线去衬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效果也不错，我就这样留着。我觉得这张的色调蛮有昨天的感觉，那你就长这样，这个感觉就非常像台湾昨天那种。因为空气很好的是黄光，但是柏油路这个颜色是空气是有点雾的，会粉粉的嘛？对啊，这整张透着粉粉的东西。哦，怎么这时候突然出现底色？我前面这个只是在决定空间到底要长怎样。如果这个画得好，我会在这个上面画；但是如果我觉得这个我不要，我就会重来。但前面这个还是有帮助到我说决定这个空间最后要怎么长了。这一张我的图层就不要了，所以我才直接上底色。好 ，OK， 就是它更正。对，就是这一条透视有没有？它更立一点。对，它原本那个消失点会更平一点，因为我们离地板比较近嘛。你这样翻是什么原因啊？那个地方当然实际看起来是更退后一点、更远的，但是我要画那个景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大理石很像水面，我要把水面的那个反射感跟它上面的景都做出来，贴在一起。对，所以我要把它变成一个平面，所以我才把它翻起来。它虽然实际上透视是这样，但是你在脑袋里，它可能就是这边一条线，两个对比嘛，所以我这边一定会注意看，那它就会变大一点。其实这一面你也翻起来，你当时站的地方，如果在你身后的话，你的人是站在这里，所以这一面会被透视上缩小。可是你让它这样子翻出来，也是就是没有什么原因。不是说没有什么原因啊，那就是眼睛看的感觉啊。这时候就在画后面那个巨蛋，然后我觉得画到这边的时候，我开始感觉到现场的那个配色的感觉啦。原本策略是要把下面画得更漂亮一点，反射感更强。
对。但是我在这里感觉到那个配色的和谐以后，你觉得在做就会破坏它？对，就不用，因为你整个都是用松节油笔刷，你那个大理石做出来，它会跟旁边的密度就不对了。要么旁边的密度就要跟着加强，对，要么就大理石不要做那么细，把它当成一个地面跟反射面，然后就对。哦，你还改了几下嘞？如果是这个灰这样画，它不会那么亮。对，那干脆就再重新给它一个白底，然后让它亮起来，对吧？然后昨天这边就有个很大白箱子，对，很大，你把它给对，直接拿掉，对吧？挡画面。其实这边有桌子啊，还有柜台啊那些的。对啊，这个我就后来就觉得都不用，因为那个要画布尺寸如果更大会更适合。那那么小的话，我觉得那个画起来会很别扭。喜欢嘉欣，你觉得这张你等一下想怎么画？这张就我应该会画的挤一点，但我会强调建筑物的，就是这些不同的造型。我应该会直接做大色块，然后多线条。我觉得既然来到科技感强的地方，我就不要在乎色调的变化、涂色法的变化，我就让色块、造型。我后面其实有很多大量的拉线，在台湾的这种巷弄里面，我又不想真的把每个窗台、每个遮雨棚都画出来，那我干脆就是拉线。当然，像这种窗户，它就不是拉不拉线，它只是一个调子，包括暗室那边有一个伸进去的东西，就有一个窗户这样。但是我后来其实还蛮注重，就是说这种东西拉线，还有上面这些小小的细节，跟它的大楼侧边的这个东西，它就是小小的提点，把每栋大楼的颜色画得非常童趣，然后用超级纯色去对待它们。而且这张还有个很特别的，我不是一会在你旁边画，一会在你对面画吗？在你那边看是看这栋白房子，然后在我这边是为了看这一栋远雄。比如你就一直在这边画嘛，但在这边画的时候是没有远雄这房子，所以我这张其实我打从刚开始我就告诉我自己，就不要做一张单一透视，虽然最后看起来还是很接近一个单一透视的东西。这些建筑物的透视每一个都不一样，所以你没有让它单一透视，反而很接近信义区昨天那个感觉。你现场看的话会感觉到这么多啦。你脑袋中的印象是会是长这样，对，就是这边有一个很肮脏的东西，这边有一个很干净的东西。对，它不会是一个它真的不是很整齐。对，我懂。我这一次窗户我就干脆不细化了。昨天那边就是你可以感觉到不同建筑的造型。这个画面画起来很有香港的感觉，可能是因为它很干净嘛，就是那些脏的东西都没有画。我指的脏是说建筑物里凸出来的违建人气或是什么。但它这边本来就是一个很英式的，有一点欧式感的东西。对，然后它一干净以后，它就变得没有那么台湾。我决定就先画一个干净的版本，这样下次我再想同样题材，我才能知道我要什么。都想要画，一定会啰嗦。昨天就是在画那边的莫兰迪色，还有因为你松节油的关系，所以其实它那个颜色不会像我那样子那么的鲜明，它反倒一切都在一种稳定的灰调当中在那边进行。它就是看起来有点哑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过渡啦，就是我不会把这个当成一个好的最终结果，就是说，你是说其实你没有那么喜欢它那么哑的状况？对啊，我觉得这就很不台湾的。然后我觉得我还蛮反对这件事，但我还在想那个乱跟画法要怎么结合。能够让我分清楚是日本、香港还是台湾的，是在于它那个90度跟地面垂直交叉那边的东西的多寡。如果这个地方很阿杂很烦，那就很台湾。那就很台湾。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地方就可以做得很锐利、很干净。那你到信义计划区就可以做，它就是很锐利、很干净的这样的一种东西。反而就是说，在这种巷弄里，才是我觉得信义区很有趣的样子。你有看到很多造型很好看的大楼，但你同时会看到这种招牌，或者说很旧的房子，它会有各种谜样改装。
我真的没有想到是10楼哎。哎，你不是要看高的地方吗？对，我一直是什么6楼啊、7楼这样子。哇，它是垂直，你看它这个是垂直。有我在拍。它万一强力过猛，是不是就掉下去了？啊！哦，真的好可怕哦，这是那个很可怕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这是我今天唯一一张横幅了。你后面这边是用喷的、哦，你有看到吗？为什么那边会决定用喷的？因为昨天的空气就跟今天的空污率是有一点接近的。我每次盯着前面的时候，就觉得后面的东西都粉粉的，然后在那边柔和当中。而且我这样画的很快，因为我真的很害怕。对。可是我觉得就是快，但效果还不错哦。然后我觉得这张不差。你看这后面这种东西就出现了异光，那边画的很少，可是那边那个光的感觉有跑出来。这个绿跟这个蓝这样点缀，然后这边这样子蓝，那边跑出绿，对吧？我觉得你有抓到一个昨天一个很光怪陆离的那个情况。这边原本是可能又是蓝色玻璃啊，对，然后蓝色玻璃被黄光照到的时候变绿，可是没有变的时候是蓝。你元素抓出来后，它就只要很简单，然后就呈现出那个光感。这边也是啊，这个大楼这边也是，最后加这个黑柱效果就很好。你看我还故意把它变得薄一点，就是不像它是黑片。因为黑片会遮住很多东西，这个我们里面的这个暗这个地方，我觉得说它加完了会提供观众我们正在哪这种感觉。如果这时候这边你就这边加个裸女拿着被单，这样看外面的世界就很 Harper。而且这边这几个颜色也有在倒影增强光感。反正我觉得这一块它暗得很好啊。对对对，在还没加之前，你会觉得还好，这一块一出现就都好了。这很妙。我画后面这一栋是副帮吧，还是我等于用它这个颜色直接就是反射上去，让它真的很像是一个充满空气感的大塔。就是说，因为其实它整栋塔很白嘛，这整栋塔很白，所以其实它暗面真的会有一种跟天空很暧昧的关系。它不会是这样子的关系，这两个的关系，而是它会是蛮像这样子的关系。这张画起来其实有这种曼哈顿街区的感觉。你知道外面可以加个蜘蛛人吗？就大概荡在这边有没有？这样荡来荡去这样。来看你的那张经典。一开始就是这么乱，我在决定啊。看你这种陈晨波的感觉，超级表现助理。我没有，因为我在决定它要长怎样，所以我就随便画。对，但我那时候心中就是已经想到那个蛋糕的了。OK， 那个蛋糕哥。对，蛋糕哥的画。哦，你这个窗户也是两面色嘛？对。OK。哦，等一下，你这个完全是超级反透视哎！你这里叫写生吗？这个是有好几个透视啊。首先是这个地面嘛，地面是一个地面，它是直接像平地图一样往下看，然后这一栋的透视是平视。因为我在用那个构图的时候，我就开始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它的脚要怎么接到地面，所以你就会发现，其实它是上面是可能平视或俯视的。那这栋楼更奇怪了，这栋楼是高一点，它通常会这样啦，就上面会这样斜，然后下面会这样斜。这一块的区域，它是你会把它拿来跟这个比较，然后因为我有看到它的顶，所以我就把它缩小，就把它塞进去。它是一个从那个窗户然后往下看，好像要掉下去的。哦，对哦，你这样讲起来，一般在我那角度是看不到马路的，绝对看不到马路。就在我那个怕的要死的那个角度，而且你这边的这个线是要往头很低才看得到、啊。对，你那个树已经看到头顶了嘛，完全俯视的。对，树的顶往下、啊，但这边的是平视或有一点俯视。对对，就是在高楼上画城市景观。下面很不错的画法了，它可以把很多资讯都讲进去，但是它又可以包含在一个整体里。这张好玩的是说，因为后面背景上其实跑出了一座山，那座山一旦做出来，会让你特别感觉
像是东北的台北，比如信义区啊、内湖啊，对，因为台北都被三环绕，你会突然觉得哦，这感觉，对，是那里。我还看到你陶作员在画上面那个小植物，就是对啊，这个它每一户上面那个几乎一模一样那个小树。你别说那个，其实我原本想画，后来我就放弃。啊，你会牺牲掉它的特征。对，会牺牲它的特征。不过这样真的是很赞的，就是说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，其实是完全可以学习这个事情。如果我用我的方法画这个东西的话，会不会说服力会比较弱？因为这个所有东西其实都因为涂色法，所以被 holding together。我会用这种涂色法很大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我通常是边画的过程边决定造型，所以他们必须要重。因为如果你那个画法中间在改东西的话，我要大改的成本比你小很多。就是我只要坨盖上去哦，可是你那个，因为你那个已经决定了它的造型、结构跟轮廓，所以你要一改，就是其他部分你都要跟着改。我这个东东我不可能一开始就用细细的线全部决定，我觉得很难。你的意思说，如果不这样，就不会出现今天这种感觉吗？还是说能力上没办法像我那样子，就是一条单线，然后把东西都全部勾好？我觉得是说那样子，我在这个阶段决定的事情太多了，很多时候那个可能不是我后面最终定案的，然后那会导致我在前面花太多力气。在这时候它就是那些上次讲那种拉起来的粘土。然后我这时候最后才决定粘土位置后摆在那边这样，但你那个很像你的膜已经好了，然后你已经填色而已，对，你在就现在就填色，你的逻辑就是填色，对。但我这个过程就是在填色的时候，还是在塑造，变成是他在决定整体感的时候，他的修改空间其实蛮大的。好，那我现在来总结一下，我觉得你的那个画法是什么一种东西？我觉得你这张画对不对，会有这种感动，因为你在大楼的时候往下看的时候，你发现屋顶是一个颜色，旁边那个红房子是一种颜色，两个不同面向的玻璃是一种颜色。其实你眼里看到这边都是颜色的时候，突然灵机一动说，那这些东西它可以当然就只是色彩，但只是被斗在那边而已。你当下看到的是一串颜色，那个颜色给你灵感吗？对对。讲我的话，我画我这一张的话，我看到的东西是动向、走势，这个会往下透视，然后我们人在这边，然后这种大楼带给我们的远近啊、大跟小啊、造型啊，进而带给你一种你生活在城市的感觉。那我在画这张的时候，我在乎的还是如何画出一种城市感。但我觉得你在画那张的时候，其实你就是被你眼前那个颜色，就突然就觉得可以这么干。最后说，我想要大家走进去。我们前面看到你的画法，它其实你每次画的时候，我觉得你的前后关系都想好了啦。你是在那个缝隙里放东西，不是把它盖过去。就是你看你这个树能画成这样，你已经留好空间了。你其实有先把他们每一个的造型都看清楚，然后还帮他们留好位置，你再把他们的颜色上去，就像钢弹一样刚好拼起来这样。对，有一点。你那个真的就是一种他妈在跟他钓鱼、跟他搏斗的那种感觉。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在东区的一个这个决斗，这都是这个属于他也不熟，我也不熟的场景。所以各位看，这次是员工赢了还是老板赢了？然后还有等一下就懂，还要请各位踊跃的投稿，我们现在已经收到几件了。然后等到我们件数够了，我们就会在一期节目当中把我们对这个投稿的想象啊，我们对他的评语啊，什么都会说出来。还要记得各位，如果要投稿的话，最好附上你的这个画面录影，变成一个30秒这种短短的视频，然后我们就比较好来看你整个绘画的过程。OK， 这里是 Penverse， 我是杨丽，我是嘉庆。OK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